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峰，歡迎 K 入我呢段影片，繼續短線旅行團系列。今次我就參加咗一個2日1夜台山旅行團。旅行團嘅賣點就係食足6餐，回程食埋晚餐先返關口嘅。另外仲會一人一隻臘鴨髀帶走。除咗美食之外，當然仲會參觀唔同嘅景點。新會就出名陳皮，其中一個景點呢就係參觀新寶堂陳皮莊園。另外仲會去蔡李佛拳起源地梅家村、台山騎樓步行街、海味海鮮一條街同埋梅家大院，有得食有嘢睇，聽落都唔錯。終於嚟到上車位置啦，旅程正式開始。等我都喺架車度 sell 下嘢先。未訂閱嘅朋友，好簡單，撳個訂閱掣就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噶啦，多謝支持。今次會經由深中通道去江門市食個晏晝，途中會經過一個服務區叫做萬頃沙服務區，呢度有一間小食店同埋便利店嘅，基本嘅補給呢係有嘅，不過就唔好期望太高啦。終於嚟到今日食晏晝嘅地方啦！呢間餐廳呢就叫做味道坊，一齊入去睇睇啦。餐廳其實係一間酒樓嚟嘅，因為見到大家都喺度食緊點心，一盅2件。另外見到佢有個羊腩煲，一斤都係68蚊，好抵咁。前面啊仲見到一個松子魚啊，48蚊咋，真係香港真係食唔到。今日用餐嘅地方呢，就會係呢間喜宴廳裏邊嘅，但係點解裏邊冇開燈嘅？黑麻麻咁樣，一定有原因啦。等陣就會知道啦。揾翻個位坐低先。呢盤呢，就係今餐嘅主角台山火焰鮮包，睇下有咩材料先。有鮑魚、魚、蝦、番薯、薯仔同埋蘿蔔。大家都企開少少睇師傅表演啊！師傅倒酒入鑊裏邊呢，再點火就成為咗真正嘅火焰鮮包，加埋醬汁呢，就食得噶啦。食落多咗少少酒香，味道都唔錯。呢隻風沙黃金雞可能間唔中都做下運動，所以比較韌。呢底我就唔知咩糕啦，味道鹹鹹地咁。其餘仲有個菜湯。有臘腸粒嘅蒸南瓜、雜菌豆腐，幾好味嘅南瓜粥、咕嚕肉，同埋豆角茄子。食飽就行第一個參觀嘅地方，叫新寶堂。呢間公司專賣新會陳皮同埋相關嘅產品嘅。面前呢幾樽陳皮就已經有20年。雖然都知道陳皮越來越貴，但冇諗過每斤可以去到110萬。啲果皮堆到成座山咁，都幾誇張。有興趣嘅朋友呢度就可以慢慢揀啦。呢度亦都有細樽裝嘅陳皮，有5年、10年、15年同20年。另外仲有陳皮醬酒，每支1388蚊。最後我只係買咗支陳皮氣泡水，飲落又唔好覺有陳皮味，味道普普通通咁啦。報團嘅時候冇留意呢個團呢唔係循環，所以呢度要聽一聽書。第2站就嚟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蔡李佛嘅起源地荊梅村。呢個展館有3層高。裏邊呢提供咗好多資料俾大家去了解蔡李佛嘅文化，例如有講解呢個村點解叫荊梅村，亦都有介紹始創人陳響嘅武學思想。
透過展館嘅資料呢，亦都睇到蔡李佛除咗武術之外，喺中醫學上亦都作出貢獻。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能真係要花多少少時間去睇啦，因為都幾多文字啊、圖片俾大家參考啊、了解下嘅。出咗展館之後，牆上高仲有好多壁畫，俾大家繼續感受一下蔡李佛文化。呢個位好多團友都喺度影相。另外右手邊呢，有條出神入化巷，睇下有啲咩先。原來係畫咗蔡李佛嘅招式，例如有虎豹龍鶴形態嘅招式，畫得都幾靚同埋生動。嚟經梅村其實仲有另一個賣點嘅，就係睇油菜花田，可惜唔啱時間啦。如果開滿花，相信呢度都真係好靚嘅。都係時候食晚餐啦。今日食晚餐嘅地方呢，叫三荃灣，係一個農莊嚟嘅，周圍都充滿咗田園嘅氣息。頭先就睇唔到花啦，呢度呢都有啲花睇下嘅。餐廳位於差唔多有100年歷史、青磚結構嘅洋樓裏邊。據網上資料介紹啊，起屋嘅呢就姓李，起屋嘅錢呢就係佢喺外地賺翻嚟嘅。其後人就移居咗外國，有投資者買咗呢間屋之後就加固房屋，盡量保持原有嘅面貌。正正係因為咁樣呢，我哋先睇到咁有歷史嘅建築物。一開始就一人一盅啦，究竟係咩呢？原來係豬雜粥。材料就有豬潤同埋豬孔，食落味道正正常常。不過天氣咁凍，食翻碗粥即刻暖翻晒。黃鱔飯就未夠火候啦，飯就唔夠乾身，亦都冇飯焦。除咗黃鱔飯之外，仲有鯇魚、白切雞、肉丸、碌鵝，呢個就比較好食啦。咕嚕肉就麻麻地啦，部分係冇肉嘅。另外仲有蘿蔔、上湯雜菜、蒸南瓜。呢款糕點冇咩味，但係好煙韌。夜晚再影返間屋，又有另一個感覺。今晚入住嘅酒店叫做天成港酒店，係一間又唔算好新，亦都唔舊嘅酒店。大堂都幾光猛，幾乾淨。今次所編配嘅房間呢，就喺6樓，屬於中層。等我做個簡單嘅 room tour 啦。間房望落都幾大下，左手邊呢，就係洗手間同埋浴室。洗手間嘅鏡位同埋洗手盆都幾新淨，似係新裝修過嘅。風筒就掛咗喺左面牆身，右邊台面呢就放咗基本嘅用品，例如牙刷、牙膏、梳同埋浴帽。浴室呢就用咗企缸，睇下啲花灑水力夠唔夠先。試過都幾好，熱水都好快有。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沖涼液都齊全。出返去台面呢就有個電熱水煲，右手邊就有啲茶包可以沖茶。下面有個櫃以為雪櫃喎，唔係喎，放咗枕頭。有需要嘅朋友呢覺得幾好，因為唔使打落前台揾人拎上嚟。右手邊衣櫃夠晒大，另外仲有個夾萬。床都 OK， 床單同埋被都乾淨。近窗位置仲有張2人嘅梳化同埋台，食宵夜就啱晒啦。右手邊台上高仲有2支免費樽裝水，好似漏咗樣嘢喎，就係拖鞋啦。酒店係有提供嘅。望落樓下都幾旺下，有唔少攤檔，應該有唔少好嘢食。落去睇下有咩食先，同埋睇下台山騎樓步行街係點樣。所謂騎樓其實係因為2樓或以上嘅樓層起喺行人路上面。似係2樓騎住咗喺上邊，通常1樓係鋪，2樓就住人嘅。不過呢度望落又好似2樓就冇乜人住啦。而鋪頭呢都以民生
生活用品為主嘅，亦都有好多金行。都有介紹過，如果中意食海鮮嘅朋友，可以行遠少少去一啲餐廳食嘅，不過都行得幾遠下。都係時候返酒店附近睇下仲有咩食。呢條街真係好多嘢食喎，好多檔選擇，要買宵夜簡直冇難度。睇下有咩食先。首先有個微笑雞蛋仔，都幾得意。另外一個台山嘅食品，有炒麵啊、餃子等等。有牛雜，有生煎包，不過好細粒嘅生煎包。有鐵板魷魚，有1蚊炸物喎，仲要任揀，夠晒底。有雞鎖骨同埋小酥肉，都係10零蚊份。仲有一串串嘅滷水食品，有醬香餅嘅地方小食，前面嗰檔呢，就係煎餅果子，可以加入唔同嘅食材。而家天氣咁凍啊，食呢啲即刻整，夠晒熱就最好啦。隔離呢條街都幾旺下，都幾多嘢行，有好多賣日常用品嘅鋪頭，亦都有茶飲店。街尾仲有個商場。呢條街完全體現到新舊融合，活化舊嘅建築物。最後我就買咗碗牛肉炒米粉、幾隻燒雞翼同埋一杯抹茶飲品做宵夜。第二日嘅早餐就會喺酒店頂樓食圍餐嘅。今日天氣咁好，望出去風景特別靚。今日嘅早餐呢，就有肉片粥、烚蛋、粟米、炒時菜同埋送粥嘅油炸鬼、炒麵、馬拉糕同埋隔離嗰碟饅頭。馬拉糕真係幾好食，新鮮熱辣。趁仲有少少時間，就走咗去影日頭騎樓街嘅面貌。同夜晚相比啊，日頭睇到嘅簡直係兩回事。日頭咧更加能夠細緻咁睇到騎樓街嘅建築特色，影出嚟都靚啲。離開酒店之後，就會去第一個景點台城海味海鮮一條街。午餐咧都會喺附近嘅餐廳食嘅。一落車就見到大大隻字寫住海鮮特產市場，入去見識下，睇下有咩買先。
市場附近仲見到人喺度處理生蠔，將啲蠔去殼，沖洗一下，唔知係咪愛嚟做蠔豉或者金蠔呢？又真係見到有人喺度生晒蠔豉，夠晒大風，夠晒陽光，啱晒。除咗頭先嘅海味市場之外，其實大家不妨行遠少少啦。其實其他街道咧都有唔少大大細細嘅海味鋪，大家可以格下價，睇下邊一間質素高啲或者啱啲啦。除咗乾貨市場，呢度都有個濕貨市場嘅。無論貝類、魚、蝦、蟹、瀨尿蝦、龍蝦都一應俱全，種類都非常之多，而且望落都好新鮮。買完就可以拎去餐廳做加工啦。略略睇過附近嘅餐廳，加工費大約10至25蚊。因為會喺附近嘅餐廳食埋午餐，所以呢個景點嘅時間呢都會比較耐，同埋長少少嘅。聽導遊講附近有個沙灘，過去睇睇，影張相，望下海都好。今日午餐就會食蠔門盛宴同埋特色蠔粒焗飯，今餐真係好啊！首先係紫菜蠔湯、白灼蝦、蠔煲、白灼蠔、肉丸、特色蠔粒焗飯。呢個焗飯呢幾好食，一夜乾、炸蠔、蠔粒煎蛋。仲有2碟菜，估唔到呢一餐仲有蒸蠔，真係正。開隻蠔俾大家睇下，隻蠔都幾大隻，同埋都幾飽滿，食落好新鮮。食完嘢仲有嘢拎走，就係呢個團嘅其中一個賣點，一人一隻臘鴨髀啦。旅程最後一個景點就係嚟到參觀梅家大院。要入梅家大院都要行一段路，途中有啲小攤檔賣涼茶同埋芝麻糊嘅。或者講講梅家大院嘅背景。梅家大院有108棟2至3人高嘅騎樓，由海內外鄉親集資興建嘅，建築呈4方排列所組成，中間有一個好大空間作為墟市，係目前保持得較為好同埋有一定規模嘅建築。而點解叫做梅家大院，係因為梅姓股東人數佔1半以上。而電影《讓子彈飛》其中一個拍攝場地呢，就喺呢度啦。除咗欣賞古舊建築之外，周圍都有唔少特產店，可以行下買下嘢。我見呢間手做花生糖都幾吸引，入去睇睇，都有唔同口味喎，試過都幾好食，我都買咗幾包返去。另一邊有個市集乾丁，裏面呈現咗當時居民嘅日常生活，都幾有趣。最後食埋個下午茶先，下午茶就係一碗芝麻糊，芝麻糊都幾足料，食落都好香。離開梅家大院就搭車由台山經黃茅海大橋去珠海食晚餐啦。呢條黃茅海大橋呢都幾新下，因為都係24年12月11號先通車嘅。
呢間稻香園餐廳就係今晚食晚飯嘅地方，是一個豬肚雞美食宴。呢煲胡椒豬肚雞煲正正常常，其他食材仲有鯇魚片、豬肉丸、淮山條同埋薯仔片，臘味煲仔飯都幾好食。最後仲有腐竹。食完晚餐就接近旅程嘅尾聲啦。等我講下今次團費幾多錢啦。我今次就係星期六出發，每人369蚊，另加每日80蚊導遊費，2日即係160啦，總共就係529蚊。美食之旅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支持同埋收睇我嘅影片。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我嘅頻道。下集繼續食玩 On My Ways。